2000年前的青铜器物，古代工程技术的巅峰。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2001年的夏天呀，陕西临潼有一位村民呢正在干活，他一铲子下去啊，硬碰硬，火星四溅啊，下面露出一角绿色的金属。这位村民啊，起初以为这是破铜烂铁，结果呢，越挖越觉得不对劲儿，挖出来的东西啊，边上花纹竟像鸟语。这位村民啊，心里一咯噔，想啊，怕这是挖出了文物啊，他赶紧呢联系了村委会。几天以后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秦俑博物馆啊联合组队，带着各种器材来到了这里。他们拉起警戒线，开始了正式的勘探。这个临潼就是秦始皇陵所在的地方，这里呢背靠骊山，面向渭水啊。围绕着秦始皇陵呢，分布着大量不同功能的陪葬坑，比如呢，有已经名扬世界的兵马俑坑。那么这次又发现了什么呢？钻探结果啊，很快出来了。这个位置啊，正处在秦始皇陵的陪葬坑范围之内，只是呢，离主陵很远，就是离那个巨大的封土堆啊很远，距离足足有1.5公里，算是目前啊勘测到位置最远的陪葬坑。考古队呢给这个坑起了一个编号，叫 K0007。发掘工作呢从2001年8月开始啊，到2003年的春天结束。起初大家还以为这里就是一些零碎的遗物，没想到呢，这是一个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的巨大陪葬坑啊。这个坑的形状啊，像一个字母的 F 形状啊，它也有这个斜坡道，那底下呢是南北和东西两条交错的过洞啊，显得很复杂。在这个0007号坑里啊，出土的东西还很多。最让人震惊的是46件青铜水禽，其中呢有6只个头很大的仙鹤，有多大呢？高1.82米，比一个普通的成人还高啊！还有15个陶俑散布在这些青铜水禽之间，这些陶俑的姿态也很奇怪，有的跪坐，有的盘腿而坐，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啊。那么这6只铜鹤呢格外醒目啊，鹤的翅膀上呢嵌着金丝，颈部呢可以转动，每一只呢这个都是嘴尖腿长啊，神态各异，有的呀像是在低头觅食，有的呢站着笔挺，像是在警戒望风，每一只的羽毛纹理啊都不重样的啊。这个鹤的嘴边呢还沾着朱砂的痕迹，就是那个红色的朱砂，阳光一照啊显得很显眼。考古队员看着这些活灵活现的青铜大鸟呢，除了震惊，还可以确定啊，这不是普通的祭祀品啊，因为做工太精细了，不是随手捏的玩意儿，绝对啊出身不凡。考古队对铜鹤研究以后啊，给出了结论。确认铜鹤呢是用失蜡法铸造的。什么是失蜡法呢？这个失蜡法的制作过程啊极其复杂。首先呢，工匠啊先用蜂蜡雕刻出这个鹤的模型，每个细节都要精确。蜡模制作完成以后呢，用陶土啊层层包裹，留出浇筑口，再对这个包裹了陶土的模型烘烤，这样呢蜡就融化流出来了啊，形成了空腔，然后把融化的铜液注入。这个铜液的温度呢，还必须精准的控制在1083摄氏度啊，温度低了呢，这个铜液啊就凝固了；那温度高了呢，又会把这个陶模啊烧坏啊。整个过程啊需要几十名的工匠协作完成。
每只铜鹤呀要消耗掉大概200公斤的铜料。做这么一只铜鹤啊，就得把这一整套流程来一遍啊，一道工序都不能错，这是很费功夫和时间的。铸造的成功率呢也很低，在考古现场啊发现了大量的废品残片啊，平均每成功铸造1只铜鹤啊，就要报废2只半成品。这种不计成本的制作方式啊，也只有当时的皇室才能承受得起。最让人惊叹的是它这个关节的设计啊，铜鹤的颈部呢采用活页式铸造，可以左右转动啊近90度，这种技术啊在当时堪称奇迹。这个铜鹤的腹部啊、颈部啊，还有镂空的部分。另外呢，这个铜鹤的每个部位啊，都体现着这个秦朝工匠的匠心。可以看到呢，颈部的羽毛纹路细如发丝啊，每根羽毛都有独立的纹理走向。那么在腿部呢，可以看到它的鳞片啊密密麻麻，大小啊如数米粒儿。这个铜鹤的翅膀呢，还镶嵌了这个金丝，也是很精妙啊。工匠在铜翅膀上开出细槽，将金丝啊一根一根的嵌入。整只铜鹤呢，共用了黄金100克左右，这个也是很金贵的啊，因为在当时呢，这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几年的收入。到了2025年，科技手段呀，终于揭开了铜鹤的最后秘密。考古队使用中子成像技术啊，扫描铜鹤的内部结构，发现呢，铜鹤内部啊，隐藏着少府公使4个字。这4个字啊，字迹很清晰啊，笔画有力。少府呢是秦代专门为皇室制作器物的机构，那么公使呢就是制作车间的意思。这就是说，这就是秦朝皇家机构的印记啊。那么这些铜鹤呢，就再次确认了身份，就是秦始皇帝的器物。还有呢，人们在鹤脚找到了一圈刻字，写着年26年赵。啊，对照历史上的纪年呢，这正是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那一年。汉朝的司马迁写的《史记》啊，就记载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2年开始了建陵啊，建造他自己的陵墓。这个铜鹤的纪年呢，也和这个《史记》啊就吻合了，等于实锤了陵墓动工的时间。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还记载始皇初即位，川至骊山，疾病天下，天下徒送至70余万人，穿3泉，下铜而治郭，宫观百官啊，奇器珍怪图藏满之。这就是说啊，秦始皇继位以后啊，开始在骊山修建自己的陵墓。统一天下后呢，又从全国啊征调70多万人继续施工，陵墓呢一直挖到极深的地下，还建造了地下宫殿，放满了各种奇珍异宝啊。注意看这个最后一句中的奇器珍怪，铜鹤呢正是这种奇器珍怪的代表。司马迁呢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啊，距离秦朝灭亡过去了大约100多年。他的记录呢，主要来源于官方档案和那些亲历者的口述。长期以来呢，史学界对司马迁记录的准确性啊，存在很多争议。在汉代呢，有文人对秦始皇是多有贬低的，后人呢对《史记》中的描述呢，也认为有些不可信啊。但是呢，这次铜鹤的发现呢，彻底改变了这些观点。司马迁的记录啊，不仅准确啊，甚至还过于保守。《史记》中还记载呢，项羽啊曾经盗掘了秦始皇的坟墓，盗取了宝物。史学界呢对此记录也是存在质疑，但是这个 K0007号陪葬坑的发现呢，还提供了这个直接的证据。因为呢，在这个陪葬坑啊，这个青铜器的表面有明显的火烧痕迹。铜鹤的翅膀部分呢出现了局部融化现象，陶俑呢身上也有这个烟熏的黑色痕迹。
碳14测年呢显示焚烧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之间，这个正是项羽在关中活动的时期。此外呢，考古队还发现了这个盗洞的痕迹，盗洞直接通向陪葬坑的核心区域，这个挖掘手法很专业，明显呢是出自专业的这个军队之手。这样呢，项羽的绝陵取宝之说就不是传说了，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么这些巨大的铜鹤是做什么用的呢？秦始皇后期一直在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他派徐福东渡求仙药，他还在泰山呢封禅祈求神仙庇佑。仙鹤呢，在中国的文化中也是象征长寿和成仙。在这个陪葬坑里铜鹤的摆放位置很特殊，6只铜鹤呈圆形排列，鹤头统一指向正北方向，正北呢是北极星的位置。古人认为那里是天帝居住的地方。那15个陶俑的姿态呢，也很有深意考古队对比汉代的画像时发现这些姿态与导引术的动作高度相似。导引术呢是古代的养生功法，据说可以延年益寿。这些陶俑跪着坐着，手里托着什么东西或者前身，看着像是在做这个仪式。没有人这个喊口号，也没有人佩剑看着更像是在跳乐舞或者做这种仪式。铜鹤和陶俑还有其他的这个水禽就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升仙的仪式场景，就是秦始皇所希望的死后能够乘鹤升天，与神仙为伍。这一套青铜水禽的种类很丰富，除了鹤还有天鹅、大雁、野鸭等等46只水禽呢按照生物习性分组摆放，模拟真实的水禽栖息环境。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秦代宫廷圈养了各种珍禽，举办乐舞表演，有舞者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这在当时是最高等级的娱乐活动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的鸟食残渣，有小米高粱豆类这些都是适合水禽食用的高级饲料即使在这个陪葬坑中秦始皇也要为他的宠物准备最好的食物。这6只铜鹤也只是秦始皇陪葬品的冰山一角，真正的宝藏呢还是在这个秦陵地宫下面。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记载，收天下兵，聚之咸阳，萧以为中聚金人12，各重10石，至庭宫中。就是说收敛了各国的兵器铸造了12个巨大的金人，可能就在秦始皇的陵墓里。说完了这个青铜鹤呢，我们再看一下极具黑科技的秦朝铜车马。1980年，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发掘出了2乘铜车马。这2个铜车马体量庞大，结构很复杂，还有彩绘纹饰等等。刚被发现的时候呢，其实不是看到立着的车，而是3000多块碎片。考古队呢经过前后8年的修复这2辆铜车马才重新站立起来。看到这2乘铜车马的时候人们第一感觉是这个不是模型这是个缩小的实物。这个车马还有俑还有这个人，全部是按1/2比例做的，但是细节呢没有马虎完全是真实的。这2乘车马其实是在复刻秦始皇出行时的车队系统。在古书里有句话说，皇帝坐的叫金跟车，是6马拉的，那个是顶级配置。而这次出土的是它的前后系统，
前面的开道车和后面的休息车。1号车呢是立车，也叫高车，可以理解成开道车、护卫车。车上配备了什么呢？有铜弩、盾、剑，这些不是摆设啊，是可以这个攻击的武器。2号车呢，名字很有意思，叫安车第一。这4个字啊，是直接写在缰绳上的啊，它是用来坐的，但不是简单的坐，是休息。这个车厢呢分前后2室，前面呢是给驾驶员，后面呢才是主人的空间，有3窗1门，可以通风采光和调温，这些呢都是考虑的非常全面。说白了，这就是一辆2000多年前的移动休息室。更让人惊讶的是呢，这2辆车呀，加起来共有7000多个零件，光是这个金银的装饰件呀，就占了1半以上啊！这个已经不是豪华呀，这个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了。就像那个现代机械工程那一种，有一整套工艺。考古人员后来拆解分析看看这个车是怎么拼起来的，发现呢，秦朝工匠使用了嵌铸、焊接、铆钉、子母扣、销钉连接，还有活页的结构。这些技术尤其是这个门和窗的结构用的是荷叶，几乎和今天的荷叶呢是一模一样的。铜车马的铸造工艺在秦代呢，这个工匠没有用一招鲜，而是根据不同的部件选择不同的工艺。比如大而薄的车盖用的是先铸再锻的方法，厚重的结构呢，他们是用空心铸造的方法，不只是省了材料还能防止开裂。一些复杂的结构呢，就用分件铸造再组合起来的方法完全是一个工程优化的过程。除了铸造工艺铜车马使用的材料也不是随便配的他们呢都用了很合理的这个比例，把这个铜锡铅的比例按照不同的部位定制了。这个受力的地方呢就更硬，装饰的地方呢就更精细。这个背后是对材料性能掌握和理解。以2号车为例它有3400多个零件，总重呢1245公斤，接口呢有将近4000多处其中的3100多处是可动连接听到这里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不是一个雕塑品了这就是一个系统的机械装置。这2辆车上面的7000多个零件呢，误差极小，每个零件从铸造、打磨到抛光，几乎走的都是同一个流程。这意味着什么呢？不只是工匠的手艺好，而是工艺被标准化了。再看细节的地方会让人有点头皮发麻这个马的缰绳配头不是简单铸一条出来，而是一节一节拼接的链条，每一节呢都有凸损和凹口，再用销钉呢把它们连接起来，这样才能动能弯能受力。这个铜马的龙头呢是由200多个小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怎么连接呢？用的是子母扣，再加上销钉关键的来了，它们的孔径只有1毫米难以想象2000多年以前他们用什么工具在金属上打出1毫米的孔呢？更离谱的是有些铜丝直径只有 0.25 毫米0.25 毫米就是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粗细这已经不能用手艺精的说法来解释了而是这个秦朝人已经有了微型加工的能力。4匹铜马呢，身高、长度、重量几乎一致，车轮的60根辐条呢也是可以互换的没有听错，还可以互换。在现代工业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可替换性，一个零件坏了，不需要做整一套的东西只需要换一个零件。这个概念出现在2000多年的秦朝听起来很惊奇
1号铜车马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啊，车里发现了一个铜壶，看起来像个水壶。再仔细看呢，它还有一个链条啊，是用0.5毫米的铜丝焊接的，还有活角啊、锁扣啊，它的编号是雾。在里面呢放了3个备用的零件，这很像一个随车的修理包啊，是不是？换句话说呢，这辆车呀，从设计之初啊就考虑了某些地方容易坏，要能修，还要能快速的更换啊，这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系统的维护啊。接下来呀，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来了，我们看一下那个1号车上的那把伞，人们都以为它只是一把遮阳伞啊，它不是，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机械装置。伞座呢和伞杆之间呀有自锁结构，插进去以后呢会自动锁死，打开呢又能快速的拆卸。旁边还有一个类似安全卡扣的装置，可以防止这个剧烈运动中断裂。它这个伞呢还可以调角度，根据太阳的位置啊改变倾斜的方向啊。那么1号车呢还有武器系统，车内配有铜弩、箭袋、盾牌这些武器啊。这个弩呢是可以发射啊，可以进行护卫的。让人吃惊的是呢，车上还有一个装置叫弩掣，它的作用很简单，但是也很重要啊，就是呢帮士兵啊在车上拉弩。如果这个马车啊是在行驶中呢，一把强弩啊就很难拉开，就需要借力。怎么借力呢？设计师就在这个马车上设置了这种装置啊，可以卡住弩，用力呢往上一带，这样的弩就拉开了。这就是这个古代版的机械辅助发射装置。还有一个更隐蔽的技术点，就是马车的减震装置。秦人呢管这个东西啊叫浮兔，它装在车轴和车辕之间，作用呢就是缓冲冲击啊，就像现在的汽车悬挂装置。一匹马车啊有4匹马并排跑，怎么能保证马匹互相之间不撞不散开呢？啊，这个秦人呢就设计了一种叫斜驱的装置。如果外侧的马靠太近，就会被轻轻刺一下，但是不会伤害到马，是提醒马。同时呢，缰绳也被固定在车架上，限制了这个范围。这样呢，就让4匹马跑得整齐啊，稳定，也很高效。说完这些呢，我们再看这2乘铜车马，就会发现一个变化。开始呢，我们觉得它是陪葬品；看到复原的马车以后呢，我们觉得它是艺术品。了解了它的铸造方法以后呢，它就更像是一个被缩小的工业工程系统。那么这2乘铜车马在陪葬坑里有什么意义呢？古人相信啊，人死之后啊，仍然需要一整套完整的生活配置啊。对秦始皇来说啊，他的现实世界有的，那么地下世界也必须有，所以这些铜车马是为他在另一个世界出行啊准备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呢，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啊，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简里写了这样的规定：同一类器物大小、长短、宽度啊必须一致。不要小瞧这句话，这就是秦代的国标。就是说当时的秦朝工匠啊，不是一个人一个做法，而是所有人按同一套规则生产。在2000多年以前呢，可以做到这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是非常的超前。关于秦始皇陪葬坑的这个发现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次再见。